今天俄乌战场的第一线赶快关心，川普这一回对普丁是正式的翻脸了，并且制裁俄油，但是引爆了俄罗斯说要祭出这个是。引爆的是核演习。好，另外一方面我们会关心的第一线战场是库皮扬斯克正式的陷落，乌军也因此溃退哦，怎么回事？在此时此刻，泽伦斯基则是抛出了12点投降书，求川普放生。今天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确实，美国总统川普这一次再度的变脸了。上周大家还记得吗？他才痛批泽伦斯基，痛骂他应该要割地求和，这周立刻改了。他这一次是强硬的制裁普丁，并且说呢，他已经搁置了和普丁在匈牙利举行峰会，原因是因为他不希望跟普丁再继续浪费时间了。川普还一口气针对了2家俄罗斯的2大能源巨头，包括了这2家俄罗斯石油跟陆克石油，祭出全面的制裁令。这制裁一下来，普丁可是非常火大了，他立刻火速的反击。我们来看到普丁说什么？他说下令他的核武部队演习来做反制，核3位一体会全面的来出动，不管是他的战略轰炸机或者是他的潜舰，可以看到他也发射了他的同时试射的洲际弹道飞弹而已。川普的态度为什么一变再变？而针对于俄罗斯这2家石油公司祭出制裁，引发了普丁核武反制，川普是打到痛点了吗？上志哥怎么看？哇，对于乌克兰战争来讲，川普现在真的打摆子哦。在跟普丁通完电话之后，见泽伦斯基吵得不可开交，甚至让泽伦斯基最后在华府路边接受记者访问，非常非常狼狈哦。那么，可是之后呢？可川普又想了一想之后，又决定要取消在匈牙利跟普丁见面。不止如此，反手加码，就是提到的，现在这次的制裁俄罗斯石油跟陆克这2家俄罗斯的最大的全球的石油公司。这可是现在在最早俄罗斯的俄乌战争开战之后，美国现在新一波的制裁哦，所以这个动作还算是蛮重的，而且在1个礼拜之前，英国才制裁。那你说真的对俄罗斯的影响会有吗？会有。其实当然在上个星期，当英国先制裁之后，确实对整个这2家大石油公司有一点影响。但呢，川普直指的时候，可不是他的其他的这个销售，主要还是希望对于中国跟印度买石油的压力。当然我们知道，每次在长久以来类似这种政治动作、这种制裁动作，主要是2个用意。第一个用意就是说，希望这件事情其他的国家，像中国、印度不要买。对于国家性的要挟，第2个部分是对这个产业链，希望逼迫这个相关产业的上下游都能够排挤他们制裁的公司。过去科技也都是这样子，可是石油不太一样，终究没有什么太多上下产业链的部分的问题。所以中国跟印度，你说就因此会惊吓不买单吗？川习会的部分，习近平就好啊，不买俄罗斯的石油可能吗？当然这是不太可能。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部分，川普在这个摆动之下，只能重手越下越重。但你说会有用吗？华尔街市场没有反应，麻痹了，普丁也麻痹了，所以我认为效果是低的。好，这是台面上的外交谈判。台面下我们要来看到的第一线战场，等一下会请将军来带我们看到的战情图。尤其现在要紧张的地区，就是俄军进攻到哈尔科夫的近郊，尤其在库皮扬斯克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它有非常重大的进展。俄罗斯透过地下管道渗透，早已经遍布整个城市，并且出动了它的摩托车步兵旅跟它的这个无人机部队一起持续的来进行袭击。我们要来请将军来帮我们看俄军是如何在这个库皮扬斯克取得如此重大的进展。下一张的战情图，我们请导播来 take 一下，并且我们会请将军来带我们看这座城市如果完全的沦陷，接下来乌东战线会全面的溃退吗？将军怎么看？我首先要说明哦，这毕竟是一场战争哈。那普京为什么会跟川普2个会翻脸？哈，泽伦斯基为什么会被赶到白宫外面去开这么狼狈的开记者会？一定是跟战场局势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哈。那我认为俄乌战争这本来就是一场史诗级的战争，如果说列为军事的教范来讲的话，它确实是一场这个教科书级的一场战役哈。是。那我们首先来讲，很明显的，首先跟各位解释一下，在野战战略的部分来讲的话，那俄军很明显打的是一场外线作战哈。这个乌克兰本身打的一场是内线作战，所以内线作战当初最擅长打内线作战的是这个辛登堡元帅哈，
他曾经在这个新登堡战役来讲的话，哈，这个德军击败了俄军，哈，然后拿破仑也借着内线作战以寡击众好几次，哈。那所谓内线作战，它的要诀就是我站在中央部分，那我以一部分的兵力，极少数的兵力，然后节约兵力用在这边挡住这个进攻的部队，然后我集中我全力的部队哈，在打库斯克，这就是内线作战。当初库斯克战役就是因此而产生的，但是很可惜的哈，他集中他绝大部分来讲的话，打库斯克哈，想要打到库斯克核电站，但是他功败垂成，所以他内线作战很明显的失败。那俄军很明显打的是外线作战，外线作战就是从各种不同的战线发起向心攻击。我们现在很明显看出来，包括库斯克这边是一条战线，库皮扬斯克这边是一场战线，那红军村这边是一场战线。那外线作战一个要诀就是你这各线的兵力必须要协同一致，不然你很容易被各个击灭。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来讲，大概 focus 在库皮扬斯克跟红军村这2个战场。对。那我们前阵子在9月份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记得？就是那个时候，川普讲了一句话，说这个俄军不过是纸老虎，只要提供给乌克兰绝对的这种火力来讲的话，提供给他战斧型巡弋飞弹，这个乌克兰有可能夺回所有的失土。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在红军村这边这个俄军使了一招。叫做机动防御，也就是把这个乌军拉进来打。他故意空出一个口子，把你诱惑你进来，诱惑你进来，结果那时候乌军就误入陷阱进来了，他夺取了300平方公里，事实上是在红军村这边被这个俄军诱骗进来，进来以后，他在这个部队在这边现在在红军村。正在这边被包围歼灭当中，而最重要的是这个部队是什么部队？被拉进来部队就是他的亚速旅，是他最精锐的战略部队。好，我把你的战略部队从这边诱骗到红军村拉进来之后，那这时候我在库皮扬斯克采取攻势了。我能另外一线，所以这2线部队是相互配合。这边把你的战略预备队诱进来之后，我在库皮扬斯克发动攻势。好，我们现在看下一章。那库皮扬斯克这场战场是怎么打的？我们看一下这场战场怎么打的话，其实打的也非常巧妙，真的是说，我觉得说尔后来讲的话，各国的军事学者。都会以这场战役来当做一个教科书的教范来做研究。第一个，我们看原来双方的接触线是在这个地方，就是这条红线的位置。这时候这边有一条河叫做奥斯基河，那俄军原来夺取了过河，在这边桥这边只占了一部分的桥头堡而已。那他停在这边不动，那等到红军村那边这个战略预备队，乌军的战略预备队投进到红军村之后，这时候他发动攻势。原来大家以为说是你在这边应该继续向西边来进攻嘛，不管你要打卡尔科夫或者是195，应该朝那边，就没想到俄军他不是往西边打，他往南边打。大家看到这是一条河，是不是？他直接这样沿着河边从这个对岸这边河的这种右岸这边那直接切下来。这是他攻击路线，所以打到今天为止他的双方接触线已经打成这个样子。大家可以注意到，他几乎就是在河的右岸，在这边发动攻势。这条河你们发现打下来以后，原来在这个地块的这种乌军来讲的话，他的后路很快就会被切断，因为你如果说退回去的话，大概只有几条桥梁你才退得回去。如果这几条桥梁被切断，你就退不回去了。那在这种状况之下，这个乌军来讲必须要快的被迫脱离战斗，赶快后撤。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候来讲的话，他用144旅跟532个旅在这2个沿河的桥梁来讲，建立了临时的一个收容阵地，然后掩护后面这3个旅赶快后撤。不然这3个旅万一被切断，整个在这边只有投降的命运。但这个时候这个俄军来讲也顺势向这边发动攻势，所以在1个礼拜，大家可以看到，从这个红线到现在接触线，他已经夺取了这么大一块土地。然后这里面这3个乌军的旅正在被迫脱离战斗之中，他要跑要赶快跑。如果说来不及的话，等到这边如果速度比较快，切断他又跑不掉。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主要的公路在这个地方。所以我想说，这次川普跟这个普京2个在这个会谈极可能取消，就是因为这场战役来讲，目前我们看出来对乌军极不利。这也就是为什么泽伦斯基在白宫里面会被丢地图。那我想想看，如果你是这个
川普的话，你看到战况变成这个样，地图给你摆这个样，你会当场把地图丢到这个泽连斯基的头上，叫他到外面去，到外面去开记者会，就是因为战况对乌军极不利。然后在这种情形之下，我认为，普京他可能认为说，川普啦，他可能认为说是匈牙利那边会谈没什么好谈的，因为对他来讲的话，这个如果说战场你已经变成这个样，你和谈判桌上面，你根本达不到你所望的目的。好，谢谢。这个图是将军特别为我们画，他亲手画的独家战情图，来自于厉将军的这个针对寰宇新闻台的独家的战情图的分析哦。那另外一方面，刚刚将军帮我们提到了嘛，俄罗斯祭出如此完整的一个打击策略，现在呢，乌军可以说是节节败退。当然了，在此刻，泽伦斯基他可是急了，立刻的我们来看到哦，泽伦斯基来自于彭博社的揭露，乌克兰正在和欧洲盟友制定所谓的12点的和平提议，并且挂川普为和平委员会的主席来做监督。计划内容赶快来看，要求立刻停火，并且停止进一步的领土扩张，这是针对俄罗斯的所有要求。遣返所有乌克兰儿童交换囚犯。并且西方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重建资金，以及快速的让乌克兰加入欧盟当中。另外，最关键的是，只有俄罗斯帮助乌克兰战后做重建，西方才会归还这些3000亿美元被冻结的资产哦。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的是，乌克兰这个泽伦斯基还向签下了这个瑞典的军购协议，接下来他会购买的是150架的施鸠战斗机，这样做就可以来扭转战情吗？另外，12点和平计划是否真的能够止战？委员又怎么看？我觉得欧洲国家跟泽伦斯基都在做白日梦，写了个12点，他当然是要仿照加沙走廊的，但是加沙走廊跟俄乌战争不一样，加沙走廊是美国亲自给加沙走廊安全保证，说以色列从此不会再打过来。那同时也给以色列保证，他会把哈马斯解除武装。啊，这2点说句不客气，美国都做得到啊，又不太难，对。然后以后的加沙走廊给谁管理？给美国管理，那大家也不敢碰啊。可是请问一下，这3个条件在俄乌战争会出现吗？根本不可能出现的。先说讲第一点。你说要求立即停火，那请问你要拿什么东西给俄罗斯？像刚才厉将军讲了，俄罗斯现在打得顺风顺水啊，他有什么障碍吗？他没有障碍啊，是因为你乌克兰每天都在兵败如山倒啊。那你要给什么好处？你讲啊，你讲得不出来。第二个，你说停止领土扩张，不是不可以，你要给什么好处？那个好处叫做返还乌克兰儿童啊，你们很好笑，交换囚犯，那个根本就拿起来臭点子的。那个乌克兰，那所谓乌克兰的儿童，大部分都是俄裔的。那现在因为当时因为不打平民嘛，撤退整个学校啊，都移到这个俄罗斯，人家在幼稚园跟小学日子过得很好啊，你看看影片就知道啊。那囚犯主要是指战俘啊，指战俘啊，这个基本上是乌克兰比较多，俄罗斯比较少啊。那说西方要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泽连斯基如果西方有能力提供安全保障，这场战争不会爆发。就西方没有这个本事啊。那你说要买什么150架的施鸠战斗机？施鸠战斗机就相当于俄罗斯的米格29而已啦。米格29，俄罗斯有500架。然后比米格29还要好的苏35，俄罗斯有400架，然后比苏35还要好的第5代战机，俄罗斯有50架，你怎么打？